我倒数3声，你们所做过的噩梦，都会应验在自己的身上。3、2。巫女要下手了，大家快跑！ 早就听说圣都有个巫女能窥梦医人，跟她闲聊几句，病就能治好。医者本就源于巫师，不过像他这种人，用巫术这种伎俩骗百姓的救命钱，哪天就是被烧死了，那也是活该。你们是来审问我的官？犯了死罪还能睡得着？ 不愧是江湖行骗的庸医。不是，啊，这是混账！我没有骗人，我是被人追杀才跑到郑不缺府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肯定是一个圈套，有人故意嫁祸给我，让我做替罪羊。有理有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人陷害？这里面定有阴谋。好，那你不如将昨夜经历的。 一字不差的全部写下来，如何？好。这是认罪书？你刚刚明明说……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顺着你的狡辩，继续往下编了编，别耽误时间了。签了，快签了，别耽误我们办其他案子。 等了半天，等来了一个狗官，倒是劳烦你这位大理寺丞兴师动众来这豫州，假惺惺的审问一番啊！你知道我是谁？有人说你袁嗣成独善其身，从不拉帮结派；也有人说你为人残忍，手段狠辣。你出身芒高，本无机会出人头地。 可后来却凭借着战功当了个小官，后又拼命争功得到提拔，这才有了现在这副狗官模样。你文宇，好啊，生的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也是鱼肉一条。 这个认罪书你签与不签没有区别，有人会替你完成的，是吗？行，人是我杀的，知道我怎么杀他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施展我的巫术，让他自己抹了自己的脖子，就像现在。 我盯着你这样，巫术也好，骗术也罢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参见陛下。听闻。 他能入梦杀人，可有此事？此女靠骗术行医，所谓入梦一说，不过是百姓受到了蒙骗，以讹传讹罢了。正宫一案，此女是用短刀行刺，现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她抵赖不得。陛下，袁嗣成所言绝非事实。民女虽不能入梦，却能窥梦。民女看到梦中令郑不缺恐惧之人。 此人才是凶手。若陛下给民女一个机会，民女可找到此凶手，并查出他杀害郑不缺的证据，以还民女一个清白。陛下，此女一派胡言，她口中的窥梦，无非是信口雌黄。请陛下准许，借民女最不相信窥梦之术的袁嗣成一用。元清，你就配合一下。是。陛下。
民女每次窥梦时都得来口酒。听闻陛下喜爱美酒，可否斗胆向陛下讨要一杯？赐酒。袁嗣成心智坚韧，但当我提到不要想到火，你脑海中是不是依然会有火焰浮现？袁嗣成何时最惬意？让我猜猜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，四周寂静，你会独自躺在河道上的一条小船上，头枕双臂，此时你便拥有了片刻的安宁。小心烫！少成，阿爷，小心！说说吧，刚才元清为何有那种举动？你看到了他什么心思？回陛下，是恨。民女看到了浓烈的恨意。对谁的恨？袁嗣成的恨来自袁嗣成刚刚伸出手，是看到了记忆中自己心仪的女子。他张开双臂欲抱时，突然冲出2个孩童，口喊阿耶。袁嗣成方知此女已嫁作他人妇，难怪袁嗣成如今如此冷酷无情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还未娶妻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元清啊，他说的可是实情？回陛下，叶平安所言，确实是臣的难言之隐。腿软，扶一下。你刚在店里编故事的时候，不还挺巧舌如簧的吗？什么冷酷无情，什么至今未婚。我不过是贪生怕死，想活命而已。袁嗣成心胸宽广，不会跟我计较这个吧？你如何得知我曾经被火灼伤过？你让我签认罪书时，我看到你手上的疤痕。你方才入殿之前就跟我提及手上水泡的事情，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用巫术蛊惑我的。我说了，你心智坚韧，寻常的法子没有办法引你入眠。你这巫术哪儿学的？若这也算巫术，那巫术便无处不在。你衣领上的绣纹穿着并不舒服，可你为何还要穿它？因为你认为它更能彰显身份。毕竟达官显贵们的衣服上都有绣纹，你要融入他们，自然要这样。这也是种巫术，不是吗？大理寺虽然已经勘察过案发之地，但我还是想亲自去一趟。一日很紧，不如我们马上。明日要死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费心思？正渊府外可都是你大理寺的人，
没你我压根进不去啊！若你不跟我一起，那我只好时刻跟着你，看看你去哪儿都见了哪些人。毕竟若我明日注定一死，我可是什么话都敢跟圣上说的。袁思成也不想被我拉下手吧？行了，再啰嗦我就扔下你一个人去。既然仵作已经验过尸体，必然能推算出郑伯缺遇害的时辰，而那时我根本不在他府上。巧辩。尸体没有挪动的痕迹，凶手很有可能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趁其不备，一刀割喉。你的话佐证了你行凶之时。敢问袁思成，大理寺都提审过哪些人？车夫、管家，这些人皆可证明当夜你从未离府。那他们的证词是什么？你在害出宵禁入府，府中之人都听到更夫是在害朕报时，你恰巧用这半个时辰，在府中行凶作案。不对，正因为马上要宵禁了，我才匆忙离府归家。回到家后又看了会儿一册，然后被人追杀，又回到了郑不缺府上。怎么算都过了1个时辰，应该是子初才对。说的有模有样啊，因为你根本没走，否则这半个时辰怎么会凭空消失？少了半个时辰，怎么做到的？袁思成可提审过昨夜的更夫？什么审问又何妨？这已改变不了你行凶之时。尊贵的袁思成，你就不能从凶手不是我推一次案吗？文宇，去查一下昨夜案发后的离府之人。是。司城，撤！经查，昨夜离开郑元府的有2人，家仆萧全已死在郊外，侍女心儿不知所踪，只知她颈上有块梅花状胎记。这就是案发后逃离郑元府的家仆萧全。是，上官。这些线索断了。那个侍女心儿，能找到她吗？若是他真的参与了刺杀郑元，估计下场跟着萧全差不多。若是他侥幸活了下来，此刻估计已经逃出了城。现在已是有证，离宵禁只剩1个时辰了。文宇，你带着管家去核实一下这萧全还有心儿入府前后的情况。是。你跟我来。不如我们趁最后1个时辰去盘问一下打更人。我看不必了，你就好好想想，你那墓碑上该刻什么字。好啊，我对你真的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袁思成还是先对案子上点心吧。侍御史在那边忙着搜山，你却不慌不忙地待在河道边，就不怕功劳旁落他人啊？我倒是想听听这新官上任的长新使有什么见解呀？既然他们将军饷藏进山里，是如果。好，是如果。如果劫军饷的人将他们藏进山里，那随时都有可能被山中的百姓发现。那可是8万军饷，可不是随便就能藏在几片树叶子底下的。既然想藏得隐蔽，那就得事先挖好藏银处，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，需要的人手也少不了。我当然是有了线索才来见你袁思成啊。我跑了趟黑市，打探到前段日子有人雇了一批石匠进了你前面那座山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什么人雇的石匠？黑市的规矩，只闻银钱声，莫问求是人。
不过，我打点了黑市的衙人，让他标出了石匠们可能藏匿的地点。石匠们进山这么久，一定会留下线索。我们只要顺藤摸瓜即可。你人还挺好的，有了线索，还给我。新官上任，不能负了圣上的隆恩啊！只可惜我两手空空，只得倚仗袁嗣成你费心结案了。若是等到论功行赏那一日，还请袁嗣成别忘了在功劳簿上也给我添上一笔。你这功夫没白费，谢谢。别客气。走。文宇，将这个交给厉俊。是。走。看来，你今日等的病人，恐怕是来不了了。本医馆不治跌打损伤。叶新一呀，叶新一。你可是给了我好大一个惊喜啊！万国乡有人知道军饷的下落，还巧了，那人恰好就是你要等的病人。原来袁嗣成是来我这儿治疑心病的。那我这病何药可医呀？得罪人，你让我少得罪人，那郑源和杜良，谁又得罪过你呀？郑源啊，圣上已有定论。杜良，没见过。我还不曾问过叶新一。曾经在哪里生活？为何要来到这圣都呢？家在吴乡，后来四处游医，久闻圣都繁华，我又爱财，就来了。没去过通泉县？没有。好，那我换个问法。你听没听说过这10多年前的御史案？试试，试一试。属下在前面发现一个山洞，有生火做饭的痕迹。这帮杂种，我一定让他们尝尝被人质的滋味。我走。是。御史案可是个大案，老百姓谁不知道啊？哼。那你对当年的监察御史于乾有什么看法？我能有什么看法？那于乾丧尽天良。他出身通泉县，虽在圣都做官，但经常回乡视察。直到有人告发他掳掠民女，还搜刮民财。为了掩盖罪证，他杀人放火，终究还是没逃过制裁，被满门抄斩，遗臭万年。袁嗣成怎么突然提起此案？我就是有一个大胆的猜想：当年通泉县卧虎藏龙，杜良和郑源此2人都是从通泉县被提拔起来的。如果他2人当年与于乾有勾结，
却逃脱了罪责。又如果当年御史案的受害者活到了今天，你说他们会想要报复吗？袁思成的猜想再大胆，也是口说无凭，不是吗？你让人在赌坊栽赃我，而我抓了你的人，你觉得咱俩谁的损失更大？把军饷藏在官道旁的河里，再在河道另一处撒上这云母来混淆视听，吸引人的注意。妙啊！袁思成能消消气了吧？度量刁难你，我倒觉得你的机会来了。他从未信任你，即便你找到军饷，也难逃一死。和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。有点意思。说说，那8万两军饷，你打算怎么花？原本要运去黑市藏起来，现在有了你，就有了更好的地方——芒沟。行啊，谁都想不到，这本应运进圣都的军饷，就一直在圣都。我还以为你会再考虑一下。我不会将这军饷交给度量的，况且丽君很快就要发现他被人给耍了。你这不也没给我时间考虑吗？此时有人比我们更着急。这圣都地价虽贵，可此处已是最便宜的了。看看你租的这个宅子，没想到竟然如此寒酸。地价再便宜，袁思成不也只租得起一间宅院吗？就别50步笑百步了。这是什么？姑母给我调的凝神香，能助我入眠。别太担心你姑母了，我的人明日会将她救出。你的人负责好他们该负责的事就行，姑母的事，我让丹心来办。等事情都了了，你不想回吴乡吗？等事情了了，我就跟你分道扬镳了。问我在哪儿？怎么，舍不得我啊？少了一个像你这样亦敌亦友的人，难免有点不习惯。你心里藏着事儿，想告诉我什么？你不是能参透人心吗？那我不说，你应该也看得透。我又不是神仙，而且你比别人更难看透。我就当是你对我的褒赞了。夜路行，多冤魂。东家女头颈，西家火隐身。御史遇百鬼，迷雾葬此生。便问此中客，无人愿点灯。你说过，御史案背后还有其他人。那我想度量之后，你还会继续追查。怎么样？查到了什么人？我们此前只看到度量、郑源、齐君山，其他人都戴着面具，所以明日我要你先别动度量，
留他与我独处，我要从他身上套出更多的消息。那万一套出来的人官位比度量还高，你可有想过会付出什么代价吗？在你决定争夺权力的时候，难道没想过要付出什么代价吗？和海公一起扳倒了度量，你便上了美党的船，站在了李氏的对立面。之后，你又要对付谁呢？不管对付谁，我都不太想再对付你了。毕竟少了像你这样的疯子，生活会变得很无趣的。我劝你还是少盯着我。一个人盯着黑暗久了，自己也会陷入黑暗。我早已身在黑暗之中了。把这个放在枕头旁边，会睡得安稳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睡铃，它的铃声入耳后，能让人产生困意。试试就知道了。谢了。别跟别人走得太近。包括你吗？包括我。老子不怕！你们四贤是老子的刀下鬼，死了，你叫你们魂飞魄散！杀了你！只要你守住当年害死他们的凶手还有谁，他们就不会再缠着你。你是罪人，你也要下地狱！本令同权下幕后主使究竟是谁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文宇，跟我来。报，度量贪没的8万军饷皆在府中。好，度量借户部之权，监守自盗。此案除他之外，还另有人参与。有人举告，此案中叶平安有偷运军饷的嫌疑。来人，将他拿下。是。我自己走。别跟别人走得太近。包括你吗？包括我。恭喜你啊，官升2品，腰带不错。你就不怨我没有对你施以援手吗？为什么要怨你？你我又无朋友之意，各为其利罢了。何况你在升迁的重要当口，更不能与我这获罪之人有所牵扯了。我倒宁可你能骂上我2句，也好过在这里恭贺我。袁绍常，你其实心里根本不满足于现在这个位置，你志在拜相，对吗？我去过芒沟，也听说过龙门场内的惨况。芒沟人过得很苦，他们出身便是贱籍，
无法拥有田地，更别提科举入仕了。他们只因出身不正，就世代无法正常生活。明明是正直善良的人，就活得像个罪人。要改变这一切，唯一的希望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权利。我不怨你，是因为这条路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。如果我是你，也会跟你做同样的选择。好啊，没想到知我心者，竟是一个与我相识不过数月之人。来，我敬你。别搞得那么煽情行不行？而且我既然走了这条路，若不思虑周全，连自救的本事都没有，空等他人施以援手，那不如趁早回家种地算了。我问你，御史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度娘在死之前说你也是罪人？告诉你真相又能如何？如果我成了你仕途上的拦路石，难道你会帮我？我啊，是个讲究实际的人。既然你帮不了我，告诉你真相也没有意义。好，不说也罢。木簪掉了，给你个新的。你还是把木簪还我吧。找不着了？那我也不要这个。为什么？木簪好啊，它即使摔落泥尘也不会破损，不像玉，脆弱易碎。我就喜欢戴木簪。还要不要？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想知道啊？给你个机会，帮我换个药。怎么，怂了？你都不嫌害臊，我怕什么？真当我不记仇啊？一报还一报。毒蛇，刚才还知心人呢，这会儿就毒蛇了。毒蛇又怎样？你这豺狼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哼，自己换吧。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等退避，如有违者，视为嫌犯帮凶，统统带走。给我查！我倒是要看看，谁敢在这延庆坊装神弄鬼，祸乱人心，我绝不轻饶。是。查到了又有什么用啊？你来凑什么热闹？我可不是来凑热闹的，我是来跟袁绍卿做笔生意。哼，向来都是我去找别人聊生意，还从未有人敢主动找上我来聊生意的。近日原本袁绍卿要请圣上来看龙门赛，所以延庆坊就闹了鬼。这鬼一闹，圣上自然就不会来了。谁不想圣上来啊？断头鬼现世，延庆坊苦煞不详。这话今日一早便传入了宫中，那帮老顽固们倒是齐心的很呢，一起向圣上禀奏，说是为了圣上安全，圣上绝不能轻易涉足延庆坊。这事儿啊，根本就不用查，因为维护龙门场的不是一人，而是整个氏族。他们可真阴毒。阴毒吗？还好吧。那是啊，比起阴毒，谁也毒不过叶信使。说吧，找我
是想跟我聊什么生意啊？我有办法，请圣上再来看龙门赛，但有条件，你必须带我进暗毒库，看御史案卷宗。当然，你要是不愿意也正常，毕竟要是让人知道你调阅御史案卷宗，恐怕……这么件小事，你去拿来做交易，行啊。不过按规矩，暗毒库我入得，可你叶心使入不得。你这是答应了？这么爽快可不像你啊！豺狼做久了，偶尔也有点正义感。那我就先谢谢你了，我先撤了。这儿你自己好好想办法。正义感没了。唉，我就说了吧，果然啊，还是得做交易。你胆子也够大的，你坐在这太师椅上，你怎么就知道曾经在这儿坐的不是上面挂着的这些人？因为我见过比这更可怕的场面。既然他们把台子搭好了，那我们就好好的给他们唱出戏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，拿到了吗？那书立康库没几年，卷宗没找到，也没有查到任何钓鱼的记录。此人谨慎狡猾，会对卷宗下手，并不让人意外，反而更让我确认，卷宗记录的内容必有蹊跷。对了，龙门场的事情，谢谢了。撤了。少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是海尚书拿走了卷宗？是不想让他对付海空，和你站在对立面吗？不是因为这个，是时候还不到。我要利用美党，抗衡李氏一派，扰乱严驾之事尚未查明，不能让他乱了我的布局。你让我查的，去年从圣都调去扬州修河堤的工匠，我已经盘问过。河堤坍塌背后的确有蹊跷，跟那个大善人李宗旭有关。河堤坍塌导致盐田被淹，盐价节节攀升，最终获利的只有他李宗旭。少卿，你这阵子就没歇过，盐价日涨之事还得慢慢查。今夜武将军回京，宵禁严实，不如好好放松一下。我看某人是急着去夜会佳人吧。对了，武将军回朝，谁给他接风洗尘啊？好些贵人都递了名帖给他，可将军都没去。但我听说有人看见他进了万国乡。兄长乃常胜将军，守卫边境，保我家国平安。难得回京，今夜这酒可得喝个痛快。不如叶姑娘一起吧。来。三位贵客啊，我万国乡近日新来了一名武姬，舞姿卓绝，连武舍人也未曾见过。今日既然为大将军接风，不如把他换来一舞可好？没见过的，那倒是新鲜。我现在就去把他换来。为武将军接风洗尘，这热闹怎少得了我呀？袁绍卿这5年在圣都养尊处优，这面色看上去可比当年在军营好上不少。没想到兄长与袁绍卿竟是旧相识。这万国乡的佳酿，可是你在边塞根本尝不到的。来，这些年万国乡的酒，怕是把袁绍卿的骨头都给泡软了。也是，酒不喝，官路不亨通啊。说到这官路亨通，在下
自然不及叶新使。长新使能与二位结交，这潘高枝的本事自然了得。我知道，袁绍卿看我最不顺眼，但也没必要挤兑我啊。今夜我好歹是客，你可是不请自来啊！各位贵客久等了，快点！来，给诸位贵客介绍一下自己。妾身名唤离歌，善胡舞、长袖舞、绿腰舞、这支舞，不知诸位贵客想看什么？百军旗鼓狼城破，犹记军前这支舞。就来这支舞吧。这支舞好，这支舞好啊！诸位啊，可要好好欣赏。武将军难得回朝，少城为你接风洗尘。这万国香的酒也没那么好喝。明日武士场，你我在会上约会。好，你既有邀，我怎能不去？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看看。哎，不中用的东西，万国香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还不赶紧起来！起来呀！还不赶紧起来给各位赔礼！快点儿！还不快给各位贵客赔不是？是我不好，我向诸位赔罪。你先送他回去吧。我的错。行啊，你挺厉害呀，现在都能到琅琊郡王府上看病了。缺银子？谁会嫌银子多啊？光是看着白花花的银子，我心情就好。说实话吧，他是不是你们的下一个目标？你不是很会猜吗？自己猜呗。哼，我就直说了吧，他，我也盯上了。不如我们再合作一次。我已进入敌人老巢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？相信我不说，你也知道，但凡你要接近他李宗旭，暗处就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。再说了，你在野，我在朝，对付李宗旭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不就是个商人吗？能有多厉害？我不信。我告诉你，他李宗旭出身于……你套话。我从来不会轻敌，要不是发现此人奸诈不好对付，也不会收到消息就跑到你这赌坊来。不过，与其说是合作，不如坦诚点，是互相利用。是不是发现有被人利用的价值是件好事儿？能被我利用，是不是觉得很庆幸？你方才赌赢了，走吧，去取你的赌资。这袋官盐便是你赢的赌资。成色比延庆坊的好，这值不少银子呢。那袋呢？这袋是毒盐。南市有个脚夫因买不起官盐，索性就去黑市购入了这种毒盐来使用，吃了一段日子就中毒死了。若不是官盐太贵，他又怎会被逼得去买毒盐呢？前些日子我还看到一个阿婆在茅房里刮消屑，是那种东西，人很容易生病。有人说，
李宗旭是兼济天下的大善人，也有人说他是为富不仁的盐商，你怎么看？或许对于被他施粮救过的人来说，他是个善人；可对于我来说，他是个该死之人。我知道了，他与御史案有关。既然目标一致，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你知道这圣都盐价为何逐年攀升吗？我查过，李宗旭囤盐不是1、2日了，官盐转售，由户部监管。我想度量跟李宗旭一定有所勾结。不仅如此，去年扬州突然决堤，洪水淹没了大片盐田，李宗旭趁着盐价高涨之时大赚了一笔。据我所查，这决堤的洪水绝非天灾，而是人祸。你是说，扬州决堤也与李宗旭有关？他李宗旭布施的粮的确救了一些人，但这救济百姓的羊毛本就出在羊身上，他李宗旭可比度量那好人要额头8倍。你突然暗查李宗旭，是因为梅党想对付他，还是你背后另有人受益？他想要拿下邙沟河道旁的地，用来开布坊。另外，他还要逐走在那里住了一辈子的邙沟人。邙沟开布坊，这不是他最终的目的。这也正是我想要查明的。另外，他操控圣都盐价，大理寺本就有责任盘查他。这苦味变淡了，颜色也逐渐开始变白了。要我说，法子虽简陋，不过，若将这方法传出去，它应该能减缓百姓误食都盐的伤身之患。如今这大风，大鬼当道，小鬼难缠。从官到商，从权臣到蓄力，这些蛀虫垄断官商，对百姓敲骨吸髓。这样一来，换心急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人要医，但不能只医人。这顽疾可不好医治。当朝尚书仆射是他琅琊郡王的叔父，圣上册封的昭阳公主是他的堂姐，所以对付他，还得你我2个疯子来做。只是希望，若有一日你站在那高寒之位，眼里还能有着万民疾苦。若是不走到路的尽头，没有人知道这尽头会是什么样的。今日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李宗旭的事，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线索：我在琅琊郡王府看到刻有鹰头的竹筒，竹筒里的信件是说丹文写的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偷出来？我不能打草惊蛇啊！他府上有最肮脏的秘密，也许我们能趁机将他所犯的罪行一并揭开。我本想着去接近一下好奇，从他身上找到突破李宗旭的入口，可是此人戒备心很重，他对我有恨，我看到他也会想起战场上的厮杀，我很难忍住不对他动手。来，我帮你平复一下。没事，我歇会儿就好了。没那么简单。你有没有意识到，自从战场上回来，你就患上了心疾？相信我，我能缓解你的痛苦。你在琅琊郡王府都打探到了什么？2件事。让我来猜猜。李氏想让安康去做驸马，这样一来，武氏就少了一员大将，对吗？安康叫的倒是亲热，可那日在万国乡，他对你的态度并不友好。5年前，金元之战，我们曾一同作战杀敌，太久没见，他以为我变了而已。
另一件事呢？李宗旭想在夜夜上刺杀使臣，嫁祸给你。好啊，利用破坏两族和睦的罪名，将我除掉，这样既能拿走芒沟的地契，又能栽赃武士。哎呀，你的麻烦那么大，我还愿意跟你合作，你真该感到庆幸。弄到白贤，花了你不少心思吧？我再花心思，也训不了他，不是吗？这支舞蹈结束之后，李前兆便要开始献礼，我们时间紧迫，我去外围接应一下文宇，然后再将花拿去偏殿交给采莲。小姐。我到时候再找你。怎么样，找到采莲了吗？怎么了？采莲死了。李宗旭这混蛋，他怎么知道我们的计划？他还会有下一步。他还能有什么方式诬陷我？芒沟，将刺客说成是芒沟的人，我就有了最大的嫌疑。届时他会按住大理寺的人和洛州长史，为将芒沟逼我把罪认下。你去救援，我去芒沟帮你推演事件。小姐，等等，李宗旭的掩藏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不过那里把守森严，而且有李宗旭的暗卫守着。想个办法放把火。嫌犯在此，当即拿下！阿爷阿娘走后，我们便是由古叔一手抚养长大的。他就像我们的亲生父亲一样，现在他也走了，和珅肯定不会原谅我。那你呢？你能原谅自己吗？古叔之前就劝我停下，和珅也是，他质问我：“你已经拥有了这么多，为什么还不满足？”可你知道吗？每当我回到芒沟，我看到他们过得依然如此可怜，看到因为那些贪官、强取、好夺，让更多的百姓像芒沟人一样陷入贫困，我就觉得我做的还不够，我还应该走得更远。你来。你
你看这棵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虫子给蛀空了，但里面却有一颗发芽的种子。每当我灰心的时候，就在想，我要是这棵树苗，一出生看到的只有黑暗，那该多害怕！可要是因为恐惧就放弃往上生长，就永远不会知道另一头就是出路。这样一想，我就不怕在黑暗中前行了。你说过，你行走在黑暗之中，我也是。两个人一起走在黑暗中，会彼此照亮吧。刚认识的时候，咱俩恨不得掐死对方，谁能想到，现在竟然能站在一起聊天谈心啊！现在你是我在圣都很好的朋友。只是很好吗？最好的。只是圣都啊？整个大风最好的朋友。那我呢？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我的朋友可不止你一个，但你是我的知己。只是今日知己，来日不知是否又会成为敌人。成为敌人也总比成为陌路的好。今日乐相乐，别后莫相忘。人生一知己，足以为风尘。袁绍成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有什么消息吗？还在查。我是来跟你借个值钱的物件。少卿，少卿，少卿，李宗去府上有暗卫出城，我担心。你可有危险？你留在这儿，告诉大家不要轻举妄动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好。如实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让袁绍成放你走。我才不会相信你呢。我是你唯一的活路，你只能信我。你要知道什么？御史案，你在里面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我说，御史案，我就是为了拿官盐转授之权，顺带去通泉县消遣了一番。杀人灭口的事是度量干的，与我真没关系。那参与此案的还有谁？还有，小心！累了吧？天天戴着面具示人，在我面前你就不必应承了。我有点怕了。
从我下定决心来圣都，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害怕。我怕身边再有人离开我。不会的，你会像你的名字一样，给你身边的人带来平静与安宁。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？李宗旭的事还没有了结，我最近在查他跟徐青之间勾结的证据，发现徐青常去一家智库。徐青涉及官研，与研有关的事，就交给我，明白吗？我心里有数。对了，你之前不是要给我个玉簪子吗？或者别的什么，给我个值钱的试试呗。你不是说上次那个太容易摔碎了吗？这个保准结实。金镶玉啊，这个不错。满意吗？满意。秋天到了，天亮了，感觉怎么样啊？以往病着都还能撑得住，这次竟然浑身无力。宫满衣蛇，你整日只睡2个时辰，日子久了，身子自然吃不消。不如趁现在，好好调养一下。那我现在岂不是只能任人摆布？都这样了，还有心思说笑啊？你的诊费，我1文都不会少的。多陪我会儿好吗？从前有位医师，老眼昏花，前后给2个病人问诊，告诉没病的人他药石无医，告诉有病的人他并无大碍。回到家后，没病的人终日恐惧，没过几个月便郁郁而终了，而有病的人却因心情舒畅，病渐渐好了。所以啊，人只要做到心中无结，病就会无药而愈。行啊，你这故事编得不错。别打岔，心结不解，病就好得慢。让我看看你的心。我从不相信任何人，也从未向他人敞开过我的心扉，包括我的至亲。可你不一样，你是这世上最了解我的人。说吧，怎么看？来，握紧我的手，闭上眼睛，按我说的去想，然后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
想象一下，我们一起走在一片视野开阔之地，四周寂静，只能听到风的声音。这是哪里？地上是草，前面有军帐，这里像是北境边塞。前方会出现2个人，当他们转过身时，你会看清他们的样貌。他过来了，他要过来了！握紧我的手，别躲开，也别跟他厮杀。相信我，彻底相信我，他们再也伤害不了你了。所以这场战争就是困扰我的东西，对吗？你再看看，阿爷，阿爷！阿爷！阿爷！放轻松，这里没有别人，这里只有一间让你感到安心的住所。感觉怎么样？我兴许能睡个好觉了。倒是你呀，尽说我每日睡不足2个时辰。你又何尝不是？御史一案之后，你又历经苦楚，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反正已经熬过去了，我不想再提。我拿你当知己，你却不肯向我袒露心扉。你我能做知己，已是难得。难道知心之交就不准对方有所保留吗？是啊，已是难得。人这一生有不少缱绻聚散，却又能有几个知己呢？夜宴一事，圣上并没有惩治李宗旭。而他府外的守卫，反而越来越多了。圣上处决的李氏宗亲还少吗？至今未动李宗旭，那就说明圣上有他自己的用意。好了，你好好睡一觉吧。我还有一事想要问你。你说。再次体验你的入梦之术，感觉却大有不同。你既有这般本事，为何不去用在那些你想要追查之人身上呢？我不是没有尝试过，只是在我接近事实真相时，我看到的是人性的幽暗。和权力与欲望织结成的网，而可以撕碎这一切的，只能是王法。叶新使，你到这里来，是奉了谁的令，办的什么案呢？我没办案啊，我就是换个自己喜欢的物件。你竟然是个官儿！掌柜的，手中这来路不明之物，你也敢要？官爷，我怀疑此女子所当之物，乃是赃物。这就够了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手中之物一并带走，盘查完之后，差人给你送回来。
刚在我面前耍官威，是要做戏给谁看啊？没人给你做戏。我提醒过你，严的事情你不该管。我再奉劝你一句：李宗旭之后，御史案就不要再查了。是因为海一平？你早就知道他与御史案有关，难怪在万安山上，还没等我盘问李宗旭，你就急着要杀他。难怪你不让我插手徐青的事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海一平也是御史案的参与者？军饷案。那个时候你任由厉俊将我抓走，我不怪你，因为我们只是在互相利用。可后来，你跟我说我是你的知己，好一个知己！这么久了，你明知道他在背后暗算我，却还是为了你的前途替他隐瞒真相，眼睁睁地看着我苦查御史案。既然你都明白，那就应该知道，天下那么多大事，不是只有御史案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本案账你带不走，我要将他送回去。你怎么知道我今日会去智库？懂了，你一直派人盯着我，等从我手上拿走这本案账，好去向海一平邀功啊。既然你都看穿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从前是我天真了，官场上举步维艰，哪有什么知己？拿来吧，那案账你带不走。只值几两的东西，却当了上千两，这分明是用当东西当掩护，从智库取银子呀！给我。拿好了，别再随便给别人了。我最近只治了一个病人，他叫常青。为了弄清女儿死去的真相，为了洗清女儿身上的污名，他被海一平生生逼疯，流落圣都整整10几年。他只是深冤无望、家破人亡的其中一人。不要做我的敌人，否则就算是你，我也绝不会手下留情。袁绍卿自从跟了海尚书，这形势越发让人难以琢磨了。难以琢磨吗？这一册上可写着我睚眦必报，手段凶狠。看来你把我了解得挺透彻的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暗中调查官员，图谋不轨，自然是将你带回大理寺内关押起来。将我关进大理寺，让海一平碰不到我。你认为这就是在保护我了吗？自然不是。海尚书让我盯你盯得紧点儿，而我呢，也不过是给自己邀份功劳罢了。那我再送你个更大的功劳。若我猜的不错，你担心的心子已经去刺杀你的海公了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？因为海一平知道御史案的始末，
还不能死。吴安康，听我说，陆丹心昨夜中了埋伏，被海一平的人抓了。他有没有受伤？海一平目前只不过是将他囚禁了起来。我怀疑他会利用陆丹心来要挟你。这样更好。那丹心暂时不会有危险。等你回来后，帮我再去海府打探一下情况，我好判断该如何救他。回来后？ 我怎么不知道我要去哪？东桥盐仓。吴安康已在东桥盐仓拖住徐青，他让你用盐仓私盗、监察不力的理由扣下徐青，这样才能从他嘴里撬出更多的东西。丹心。 知道我为什么约你来这儿吗？因为我想清楚了，要让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迟早会有这一天的。你知道自己是御闪的罪人，还敢来见我，是真觉得我对你下不了手吗？你的刀呢？掏出来吧。与你动手吗？我不会。 即使是你要杀了我，丹心，为我阿娘，也为我自己。顾二娘，顾二娘，小心。 幸亏这一剑没伤及要害。你的药呢？是在医馆吗？我去拿。那边柜子里有布条和药。平安，我不愿。 也不能目睹你们姐妹相残，唯有一别，不成为你的拖累。你虽避而不谈，然心病已深，岁岁折磨，日日入骨，岂能瞒我？世上能医心病者，寥若晨星；能医你者，只有你而已。姑母无能，唯盼你有一日能不再自恨。 得平安喜乐，勿念。
田少哲，现在所有人都离我而去了，包括我最亲的人。在我关闭龙门场的那天，芒沟的百姓也都疏远了我。你现在也知道我是御史案的罪人了，你不厌恶我吗？越是不了解你的人，才会将你想得可怕，越爱搬弄是非。我是从底层爬起来的人，我不在乎你曾经做过什么，我只相信眼前的你。往事成灰，碾落成泥，如烟就梦不可及。渐远的呼吸，堆叠成谢谢你看到我最糟糕的样子，也没有说话。回眸间已无前尘可以。你早该告诉我的，忍着点。我想先跟你谈笔生意，以比你可能会亏本的生意。我希望你能跟我合作，对付海一平。若能事成，你便立下大功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跟我谈生意？是把自己的伤情也算计上了，觉得我看到你这个样子就会欣然答应你。那我的算计能成吗？一直奔波清泪，憧憬仓促间落笔成我会考虑的，但你得先听我的，把药上了。只能这一丝回忆的残念高为玉碎。许清怎么样了？那些沙子又被他们调换回了眼，并未抓到他们的把柄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待他们放松了警惕，武将军就能查到更多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帮我把那神像点上吧，疼得要死。不是挺喜欢逞能的吗？怎么了？不应承了？你说，人死了，是死了的人更惨，还是活着的人更惨啊？这有什么可比的？人死了，不管原本他将有怎样的人生，他都不会知道了。可活着的人，却要日日夜夜的陷于遗憾和悔恨之中。活着的人才痛苦。为之于未有，止之于未乱。海一平对你有利，可也有害。这次是天生他，那下一次呢？如果旧案重查，我希望你接下这个案子，秉公办理就好。
梅堂不会因此怀疑你的忠诚，此案也会是你的功劳。我独木难支，身边也无人可用，还以兵和我，我要你站在我这边。让我再想想吧，改日答复你。这落叶之役，郭嗣清确定只是将他贬为庶民吗？郭某不才，只能将圣意揣摩到这个份上。海公若是揣摩出了别的什么意思，可向圣上求证。不，大理寺审案自当是嗣清做主，只是我觉得此案非同小可，所以应该还需要由刑部。郭嗣清，海公，嗣清可是在审御史案？哼，你消息还真灵啊，这么快就知道了。少丞自荐主审御史案。哎呀，这是块烫手山芋，你倒是偏要抢。此案无证，时隔多年，百姓心中早有定论，且是先帝时定的案，你查什么？怎么查？是往小了查，还是往大了查呀？圣上尚未明示，你心中有数吗？国公了解我的行事，我敢接，心中自然有数。倘若有任何问题，也不会连累嗣清。郭嗣清啊，少丞办事向来沉稳，查案是个合适的人选。怎么，嗣清觉得有何不妥吗？好吧，少丞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主办吧。你可有异议？只要能还所有罹难者一个清白，还愚公一个清白，一切但听郭嗣清和海尚书安排。你是此案的关键人证，住处可安全。啊，郭嗣清不必担忧，担心姑娘现在住在我的府上。叶平安，你在医馆等候传唤，谨言慎行，绝不可再生事端，否则就不是罢免这么简单了。是。马上就到吏部考公司评定了。你若此案办得好，我借你去御史台。那就先谢谢老师了。快到8月15了，家母做了些糊饼，到我府上去小坐一会儿，先尝为快嘛。好。叶先义，叶先义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还好吗？蔡老板可还认我这个朋友？哎，我蔡允行商讲的是一个义字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。啊，你是来看长青的吧？是啊，他怎么样了？哎呦，他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
他倒知道今天是8月15。啊，这位是叶协议的朋友。啊，那就一起吧，人多了热闹。来来来来。 所以，当你看到铜钱是无字的时候，反而知道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。美党之间还未倚重我，深得重用的人，仍旧是他海一平。想要得到美党的器重，还得先砍掉他们的臂膀。直接承认想站在我这边，很难开口吗？我觉得你应该也猜到了。陆丹心跟海一平做了一个交易。 他们打算用你的命，去换一次为御前翻案的机会。所以你推测，他们会去大理寺？我还探出了海一平的口风，他打算今夜动手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丹心一早给我递了条子，约我今夜在场下门上见，说要将一切做个了断。李宗旭也在，我必须去。 缠山云梦肉，风茄子，长生粥，青儿，都是你喜欢的，别急啊，一会儿就好。来，尝尝阿爷做的饭，好不好吃？来尝尝，看我手艺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就是觉得现在有种家的感觉。味道不错。原本以为没有姑母和丹心在身边，我会是一个人。谁知道最后还吃上了顿家宴，哪怕是演戏，我也知足了。这不是演戏，在这一刻，我就是你的家人。你这么说，倒让我怪留恋的。怎么，当我厨子当上瘾了？你见过手艺比我还好的厨子吗？ 我们不过相识了数月而已，但有时候我却觉得，我们像认识了很多年一样。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回来之后，在一起上路。我会平安的，大家都会平安的。秋一站，缘一段，故事无数的聚散悲欢，回首一晃然，如梦似幻。一并肩，一张脸，历经世间无数千，才知道谁值得眷恋。别后悔遇见我。 暗淡的人间，节目无言如
叶平安已现身，是否要即刻将他再射杀？等等，时机未至，一切听我的指令。李宗旭，看看，那是什么？袁绍成，少卿，你怎么？二人离得太近，我不想伤及狼阳郡王。大理寺袁绍成在谁的麾下？你应该很清楚吧？还没想明白呢？杀了你，再嫁祸是我拿你挡的箭，咱俩一死，就没有人再追究他做下的孽。你刚洗脱罪名出来，伤还未好，别喝了。海一平审的怎么样了？撬不开他的嘴。什么时候传唤我？3次退市。李宗旭说，御史案的物证里有海一平伪造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些物证早就已经找不到了。每年那么多的案件，那些物证怕堆积如山，基本短存1至3年就会被销毁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将海府所有的说话全部都扣押了下来，说不定日后有用。海一平在狱中自缢了。他一个那么在乎名节的人，以这种方式了结自己，也在意料之中。你啊，现在在圣都也算出了名了，大家都敬你犯案除奸的勇气。你的安心馆门口，我看就要门庭若市了。以前医馆门可罗雀，人人都说我是巫女，现在却都说我英勇。善名与恶名，孰真孰假，重要吗？对了，海一平的家人，放心，圣上并未迁怒于他的家人。听说海老夫人要带着海燕离开圣都了。为什么还活着？你为什么不去死？你以为我们不过是做你赎罪的利刃？你是个罪人！那个女人她骗了你，她是万国香的暗胚，根本就不是御史案的受害者。寿愚钝，我怎么就忘了，你才是心机最重的那个人。
平安，你告诉我，一开始你为什么要做新医？想要治病救人，想要更多的人快乐地活着。是，这些你都已经做到了。是你用一心之术，将郭乙、蔡远、黎克，还有长青，一个个从绝望的泥潭中拯救出来。你惩恶除奸，拉贪官下马，揭露伪善的盐商，让圣都严加骤降。你执着着公义与真相，让于前的清明长存于人心，又给了圣上开事关先河的良机。这不正是你的初衷吗？到现在为止，你认为你活着的意义仅仅是一个御史案吗？你是魔怔了吗？此前骗了所有人，一个人只身赴死。这次你倒好，更进一步，今天要来到这种地方，你就那么想给自己寻个痛快是吗？如果真死了，让在乎你的人……你笑什么？现在不会了。郭二娘的那封信上说的对，能医你的人，只有你自己。你刚刚提到了很多人，却遗漏了最重要的一个。谁啊？你。那就别再离开最在意你的人了。万国香那女子背后的人是谁？想知道，回圣都自己查。好在救出了姚真的小妹，送他们离开了圣都。再晚一步，姚真都难逃毒手。现如今线索又断了，不算断，有人处心积虑的想杀我，说明他怕我。有我在世上一日，他心里就始终不得安生。你要做什么？再查御史案。仅凭臆测，你就断言这3司主审官中有人有问题，所以才要找到当年的御史大夫卢维。他当时的态度的确让人生疑。平安，官场复杂，于谦当年为人耿直，说不定得罪了人他都不会知道，或者卢维觉得于谦一直觊觎着自己的位子。又或者，这中间牵扯着派系之间的利益斗争，所以他才没有保于谦。你说的都有道理，但只有找到他，才能知道答案。御史案已经翻案了，女子的清白，于谦的证明，你想要的一切已经实现了，为什么还要再继续查下去？不如。你找个清静的地方先避一避，待我将手。你想让我走？你刚刚脱险，为什么又要将自己搅进这浑水之中？你觉得你有几条命够自己折腾的？行，我知道了。今日就当我没有来过。禹安县，卢维致使归乡后。他回了禹安县。谢谢。
是不是很惬意啊？在这边吹着风，仿佛一切都安静了下来。你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随时可以来这里，来感受这里独有的宁静。好。康平王是幕后主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花娘未曾料到自己会被毒杀灭口，死前手里紧紧握住了一把紫檀木梳。恰好，康平王也好紫檀木雕，他是想在临死前给我们留下一点线索。康平王许诺了你，位极人臣，对吧？如果我是你，也会同你一样。牢牢倚靠住他这棵大树。你不是我。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无忧竟掩盖御史案，倒卖官盐，笼络朝臣，李武之争，他早就在下这盘大棋。我再问你一次，能否放手？我护你离开圣都，我保你一生平安。简约的呼吸堆叠成疏离，思念成片绵微体恤，纷愁乱絮不成。你看那夕阳，今日沉下，明日还会升起。可明日我与你，就只能是敌人了。谁也不要手下留情。好，也平安。我期待你成为我的敌人。不会这么巧吧？我这赚钱赚到老朋友头上了。这交情可别乱攀，这钱你能不能赚到手，还不一定呢。这1年没见，平安，你什么时候喜欢上钓鱼了？今日可有鱼上钩啊？这钓着着鱼啊，得看运气。我这运势一直不怎么样。不过就是图个乐子。你先前离开圣都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怪让我惦记的。这1年都去哪儿了？那我去的地儿可多了，不然怎么能坐在这儿？别绕弯子了。说说吧，为什么做起了牙人？如今严家这么高，谁不想趁机多赚上一些，让自己过得好点儿？别再演了，巧舌如簧。他怎么能拿得出这么多私盐来？看来袁绍卿对我成见很大啊。既然你们信不过我，那请便吧，我另觅买家就是了。你手上当真有盐？黄
一鸣。黄一鸣可是河南道一带最大的私盐贩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袁绍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连我吃饭的本事都给忘了。我治好了一个私盐贩的头痛症，他便将我引荐给了他大哥。这黄一鸣的确有个绰号叫黄铁拐，只是没人知道他是怎么瘸的。说来也简单，他这腿疾，并不是外伤，而是妻子过世后由心疾引发的。所以你就替他诊治，和他攀上了交情。不错，正因为这份交情，他才让我接手了一些私盐上的生意。你这故事讲的还真乏味，别再跟他浪费时间了，我们走。袁绍卿还没当上康平王的乘龙快婿呢，就开始对武舍人指手画脚啊，还是防着点他，以免被利用。你倒是担心你自己吧，有命赚钱，没命花。行了，少成，平安的生意，我哪有不做的道理？你若真认识这黄一鸣，择日带他来见我。还是武舍人够意思啊。那这样，不管这笔你们赚多少，佣金一口价800两，如何？当然没问题。走了。对了，袁绍卿，天冷路滑，小心别摔着了。看到铃铛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没有杂草，却有明珠。谢谢你。你不该回来的。可你希望我回来？我会杀了你。杀了我，对你有何好处？可邀功，可论赏，可让康平王早日助我拜相。这么看得起我啊？可你心里清楚，康平王绝不会让一个出身盲沟的人登上宰相之位。那又如何？我可以隐忍，我可以等。等？等到什么？成为康平王的女婿吗？你和显儿的婚期定了吗？你和海一平在他心中又有何不同？你只知道武幽静在利用我，又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利用他？所以我才说你希望我回来，你需要我这个帮手。独自在他身边收集他把控官盐的罪证，很艰难吧？你在我身边，危险只多不少。可如果这回让他们以为我是你的敌人呢？武幽静不会轻易和私盐贩合作，所以我要先用一个假黄一鸣来吊足他的胃口。你们快走，快走！有赵峰在场，吴显儿会同意我大理寺嘉靖父子的。
届时审讯，他也会旁听。所以晋夫子不能轻易开口，你得逼迫他。用什么？用亲情。我有个表兄弟，稍后会将他的情况告诉你。而后晋夫子会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完全透露给他们。不错。至于那个什么黄一民，我们并不认识。就是因为他的名头比较响亮，所以我们才借来一用。既然吴显儿知道我喜欢编故事骗人，那我可不能让他失望。这样一来，他只会认为我和黄一民之间根本没关系。好啊你，9分真话里面掺着1分假话，着实让人真假难辨。可我一旦羁押晋夫子，便要审问到底，否则会惹人生疑。不怕，这是一种特制的药，毒不死人。到了狱中，我会将它服下。你用私盐诱除吴显儿后，一旦败逃，吴显儿跟武由敬便会全程缉拿你，届时你连回到圣都都会变得危险。所以，我会去找你说的素玄真人，请他下山，和我一起躲在黑市。到时你得带着康平王及时赶来，这样事后你就有借口，不被他们怀疑。你为何不让素玄真人直接揭露他御史案的罪行？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因为现在我为的不只是御史案，黑市不能久留。你要在邙沟挖一条地道，通向延庆坊传闻中的那间鬼宅。这段距离可不短呢，时间怕是有些紧迫。不如说，时间刚刚好。你们俩慢慢聊吧。贺蒙送的那些饭菜，还吃得惯吗？比我在曹州吃的可好多了，酒也不错，管够。那晋夫子当真有个表弟吗？当真？没有。上去透透气吧。大家把手里的活都停一下，都来领馍馍了啊！每家都有，都过来，都过来领啊！吃完了再干活。来来来，哎，给你，哎，拿好了，谢谢，来都有啊，来，伯伯拿着。哎，伯伯，脏的吃了对身体不好。哎，你来这个。外面怎么骂袁绍卿的，我们都听说了。他要不是为了我们，这身上也不至于背这么重的担子。我现在年纪大了，哎，不中用了不是？我这心里不好受啊。王伯，在袁绍卿心里，是邙沟养育了他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们大家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。你这样想，反倒会让他难受。来，拿着。来，大家继续啊，每家都有。来来来，都有啊，来，谢谢，拿好。哎呀，不吃了，冷不冷？找娘娘烤火去。娘娘，你吃。哎，儿子，儿子，拿碗吃饭去，熟了。好嘞。
圣上自登基以来，就在思虑储君之事。今年年初就有传言，他想立自己的侄子为太子。武幽静筹谋了这么久，等的便是这一天吧。他不仅笼络朝臣，而且同时也在铲除异己。刑部赵侍郎已被他关押在新开狱了。对了，你一直都没告诉我，你是如何结识黄一敏的？离开圣都后，我去了河南道，后来治好了一个私盐犯的头痛症，是他将我引荐给黄一鸣的。你们走吧。雪儿，小心！昨夜在千秋阁，我看到了芒沟人，他们终于被圣上看到了。平安，跟我一起回去领功吧。我就不去了。不过，我要你答应我2件事。你说。第一，这次论功行赏，我要你奏请改革严制，制定合理的严价。好，我会的。第二呢？若圣上问起，就说我死了。为什么？武家用焰火传递信号，这是圣上告诉我的。你是说，圣上早就知道武家要反？只要我还在，便只能做圣上手中的一味药。相比做一味药，我更想做一个自由的人。比起长他人之心，我能长的也只有自己的本心。那你们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？霓裳要回扬州了，姑母打算和鬼叔隐居山林。我呢，可能开个医馆，也可能浪迹天涯，谁知道呢？人生有那么多的选择。平安。天亮了。